算关键时刻，最近这几天，全世界都在观察一个人的讲话。这个人就是桥水基建创办人，他叫做达利欧。你看到他最近说了什么？他的这篇贴文说，我们正在处于一场不会很快结束的世界大战中。就是这一篇贴文有破亿的观看次数，但重点是它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呢？原来他在讲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跟中美两国都息息相关。它里面提到了，我跟中美两国的高层决策者都有超过40年的交往，我一直都尝试支持双赢的关系，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由于无法妥协的争端，周期往往会无可避免的推行到下一个阶段。里面他提到什么是周期，其实源自于他之前出的一本书里面，他已经预测了非常久的，他观察非常久的历史周期，他有研究出一个大周期理论。而在这个大周期理论里面呢，它有一个序列，总共有13个。他说现在已经要准备走到第13个了，那就代表走完会有出现新秩序的发生，而新秩序的发生又会分成有烟硝味跟无烟硝味的。有烟硝味，现在大家看得非常简单，你看到俄乌战争，你看到以色列对加沙战争，你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那就是有烟硝味的。但是无烟硝味是什么？原来现在它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美两国的第一线角力战场在哪里？就在拉丁美洲。这拉丁美洲，它现在就是一个亲美跟亲洲派的拔河，而在这种拔河之下，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下一个候选人到底会往哪里走去。所以宇轩哥，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今天达利欧讲的这个东西，是他观察完之后整个周期之后，他已经预测到说，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第3次世界大战恐怕真的是要来临了。赵老，这家伙可不是一般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是桥水基金创办人，大家知道对冲基金专门做避险的。再来，他也是跟我们讲的靠称，也是算是亿万富翁。结果没有想到，他突然间提出一个大事情，也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不只是即将要到来，而是现在正在进行时，已经进行了。对，他不是说像你想象的中说1、2、3、4、5、6、7、8、9、10、11、12、13，他在里面讲到什么？他说有些其实包括前面的步骤都已经开始，甚至包括第10点啊，伊朗是不是就有这个情况啊？各点都在异地同时间发生，而他预言呢，这一场是会是个重定秩序的战争，最终中国跟美国不只是这2国，而是中国跟美国这2个集团很有可能会不惜一战，双边呢将会一触即发。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只要这个战争一旦开始开打，进行到最后的百日战，也就是大国火车对撞直接对决之后，这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重新的秩序会产生。所以就跟这一张图一样，前面这1、2、3、4、5、6、7、8、9、10点，到最后什么？打完之后，新秩序又会再出来了。对，但是新秩序出来先造了会有一场大毁灭、大破坏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几点，其中现在有一个战场呢最为关注，那个战场在哪里呢？南美洲，大家都知道，南美洲美国过去的把它视为后院，有所谓的我们讲的门罗主义，但现在呢，新的川普说我要唐罗主义，但是中国根本没打算就此放弃。像我们现在举中国以什么巴西为例，大家讲到巴西，一定会想到说一带一路啊，照你猜猜看，以前我们都建设什么呢？说电厂、能源设施，甚至铁路，就现在不是现在是什么呢？零售业，它大举零售业。来，我讲一个，你一定觉得很奇怪，雪，什么叫雪？冰淇淋，中国用冰淇淋在弄，对，冰淇淋大举进攻。你知道为什么冰淇淋大举进攻吗？它现在中国以前都是投资这种水坝但现在的说我们不要流行这种大型建设，我们搞消费市场，我们先呢抓住它的胃，才能抓住它的心。所以你现在看到这是巴西的一个大型的卖场，门庭若市。为什么呢？其中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叫雪王，也就是呢这个蜜雪冰城呢，它的一个吉祥物在里面呢蹦蹦跳跳。因为中国打算要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巴西有2亿人口，那这个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呢，我只要把它吃下来，把一些最零售、最基础的这些统统拿下来。所以你看所有的民众大家都我们讲趋之若鹜。这是在百货第一排，对，都被中国的蜜雪冰城所攻占了。对，你看这个开幕式这是他们第一站对，选择登陆南美洲，因为人最多。然后呢，这个蜜雪冰城的吉祥物有没有看到？一堆民众呢跑去跟他拍照，甚至是你想说那只是吃冰而已啊，有什么大不了啊？不对当你在排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驱车前来或者行车。这一台还有比亚迪，都是比亚迪，都是中国产品的海豚。对，都是中国产品，你们都莫名其妙说比亚迪、海豚在这边呢？对，首先冰雪在这边也是蜜雪冰城，要投资大概5.9亿美元，各位这不小了吧？这比盖水坝还可怕吧？再来第2个呢，他们大量的汽车，甚至你想到的华为，甚至你想到的各式各样的，对，整个你去到巴西，你会以为我到了中国城，而且你可以看到这百货公司1楼竟然这个镜头一转过去，
竟然是华为。我们都知道一楼哦，百货一楼是卖什么？卖精品的。华为抢占了 VIP 区，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说整个巴西呢？现在完全被中国的零售业、电子产品呢，甚至是电动车全部给侵略呢？因为它有一个概念很简单：当我今天控制了你所有国家的发展，以及你所有国家的这个物价，那我问你，你离得开我吗？你拖得了我吗？你今天拖得了我？你自己原本在原地原国的制造都已经被我消灭殆尽了，变的是你可能会面对通货膨胀，你可能会面对市场崩盘。我等于是利用经济命脉掐住你咽喉。所以你看哦，这是我们讲的巴西的，他们在讲说为什么电动车跟消费电子产品，消费者认为我爱上他们了，因为它有高性价比跟高品质，很难去取代。只要你用过中国的，爱不释手就拿不掉。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金额，这是巴西跟中国的相关最新的投资金额。来，2024年翻倍到42亿美元，换言之，换成台币也将近1500亿台币。而且2025年、2026年，它现在只会加倍生产再生产，已经成为中国全球第3大投资国。而且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零售业，你想想看哦，刚才是不是有电动车开过去？来，比亚迪有没有？有。长安汽车有没有？也有。他现在的包括他的国营企业都来到这边，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我直接在那边设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生产基地、超级工厂。他甚至还讲说，哦，巴西人啊都很挑剔，你知道吗？我们的工业啊都要造到极致，而且呢，再来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有取代的意味。我们刚才是不是讲长城汽车造？对，你知道他们是把谁的厂买下来用吗？Mercedes-Benz， 他把宾士厂给买下来。对，那宾士大家过去想到的就是欧洲最顶级的车子，以及呢跟美国这一连串的阵线，代表说慢慢的在改朝换代。原本这边是亲西方势力的国家，慢慢的把这些东西用中国的东西取代，甚至是你看哦，卢拉总统哦，他们自己的总统哦，干嘛去到这个工厂来？就你现在看到这画面，对，然后在这个哈佛 H6这个 GT 的车上签一个名，代表什么？挂保险认证。然后加上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哈，你看这是什么 ？Kita， 这是什么？你上面看那是什么？那是美团外送的样子吗？对，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写 Kita 吗？它等于在地化，我用当地的语言，但是它明明就是美团外送，很有可能也会南瓜。换言之，它是利用经济的实力，要把整个巴西社会打造成中国现在社会的一个样貌。他们居然没有浑然不知吗？整篇的报道里面哦，让我看到一个最惊心动魄的是什么？是巴西人呢慢慢的上瘾。巴西人强调一个概念说，不是啊，中国的东西这么便宜。品质对我们来讲又堪用哦，当然它品质不会是最顶的，但是就是能用就好。那能用就好的前提这个状况下呢，我们的经济慢慢的就习惯，慢慢就依赖。但你要知道，有个东西叫外汇存底，也就是现在巴西觉得我们讲享受到的服务，事实上这些钱都慢慢的被中国的掏空，搬到他们的国家去，而久而久之，他们的制造业如同刚刚赵和讲的，很有可能会消灭殆尽。那一旦消灭殆尽之后，变成是我掐住你的咽喉，为什么？因为你食衣住行娱乐，有没有发现？刚刚讲了，行是什么？车子，然后呢，娱乐是什么？刚刚讲的冰淇淋，对，然后11现在连外送也要进来，那为了成衣厂也进来，所以变成是你巴西全世界都 made in China， 那这样变成怎么办？当然还会再代替生产，但还是中国公司啊，所以川普相对应的面对中国这样子，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经济作为，不对，赵和。这就是战争，对，这就是经济战争，这就是一场无烟硝的战争，这就是一场超限战，就是这样无烟硝战争。就美国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做法，这做法叫什么呢？你碰我南美洲、拉丁美洲的好兄弟，我就来跟你输赢来。川普开始针对南美洲，因为现在呢，包括巴西，甚至是我们讲到的秘鲁，以及呢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呢，都要干嘛呢？开始进行选举，也就是每年一次民主的大选。那这种民主的大选呢，它可以透过什么？比如说川普公开的喊话支持来，或者是透过呢我政治上的影响力，甚至透过外交的手段来对于当地的人呢施加压迫。不要忘了，川普在去年的时候，在洪都拉斯的选举已经讲。我要么支持第一名，要么支持第二名，这两个都是亲美派，他就是要打从心底把亲中派直接给他 out 了。对，所以他现在开始采取这种策略。来，你想想看哦，阿根廷的立法院选举中呢，川普用什么呢？他说我有华盛顿的经济援助以及呢这个胜利的挂钩，也就是今天呢，你如果执政党赢，我就给你钱；你如果在野党，我不给你钱了，我就抽银根。所以结果呢，执政党真的大胜，所以代表说这样的策略真的有效，而且甚至呢，川普是警告说什么？像洪都拉斯，我们刚才特别聊到，他说我不会跟新领导人合作，我会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你要知道洪都拉斯为
为什么移民政策这么重要？他们多数的人是移民到美国去，然后再寄钱回家乡，成为他们很重大的经济来源。所以如果这个断银根的话，洪都拉斯也是拜拜。所以等于是呢，利用经济上的文攻武吓，川普是变相的借由选举来去影响。而你像秘鲁也是类似的状况，秘鲁的2位的总统候选人现在2个都惊掉，为什么？跟你讲说没有，我们都会跟美国好，我们都会亲美，甚至呢这个惠子就你现在看到这个虽然看起来像中国脸孔，他说我会鼓励美国再次积极的参与西半球事务，跟华盛顿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所以整个在拉丁美洲上面，它就是一个美中的代理人战争是在上面。今天大家用各自的方法，一定要把这个总统给抢下来。对，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川普每次在选举的时候，好像每次喊了就会赢。当然高市早苗，以前我们刚刚看到，欧洲也有办的机会，在日本呢，这个我们川普获胜。但是呢，过去我们举一个例子，匈牙利那个时候川普挺的是谁呢？这个时候有意思的就来了来，匈牙利这个总理最新的选举里面大败。但是呢，他也不完全算是川普的人，而且他们是用所谓的议会席次来去决定领导人方向。这就是原本他们总理只拿了55个席次，结果呢，新兴的政党竟然拿了138席，有气人来了这个旧的总统，你知道他干嘛吗？第一个，他跟中国交好；第二个，他跟俄国交好。他竟然输给一个45岁、46岁新兴的一个政坛新秀，叫做马格雅。理由很简单，马格雅跟高市早苗采取一模一样的策略。这个策略叫什么呢？这个策略叫做欧洲本位，也就是我们作为匈牙利，我们要以自己的国家为荣，我们要以自己的欧洲为主体性，我们不要受到这些霸权的侵略，而且未来呢，我们不要再跟中国、跟俄国这些国家去靠拢。所以第一个，他解冻这个欧元资金；再第二个呢，他对富人打击，课富人税；再来第三个，他强烈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所谓的亲欧的立场。那最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面的结果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新兴领袖竟然呢大胜，而且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所以匈牙利是完全现在把中国势力跟俄罗斯的势力是完全拔除了。对，如同日本一样，日本不是也这样吗？跟你讲说，我跟你中国傲，我就是日本优先；匈牙利跟你讲中国傲，我就是匈牙利优先。所以你看这是他们这种胜选之夜了。当时的画面，照我看到这个我吓坏了，因为匈牙利不是那么热衷于选举国家，就这么多人，他们投票率79%。然后现场人满为患，这个是数以万计，人山人海，全部都在侠盗有处，变成是真正的大进场。而且你看他们拿着这个希望的火烛，代表说呢未来要重新燃烧、重新牺牲。而当这个马格雅上台的时候呢，变成是全场活动的最高潮。所以宇轩，我终于懂，今天达利欧讲的这句话是什么？什么无烟硝战争，第3次世界大战在开打。因为现在全世界，你要么就选2个阵营，你要么是中国，要么是美国。这就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对，你仔细看达利欧他是有举例的他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他有13项条例，但你仔细看，他先举一个例子。首先，他支持的是什么？中美2个人能够和谈双赢，但是很显然，现在这个是没办法结束。在第二件事情，这场战争呢不会很快结束，也就是会打得又臭又长，甚至呢让主要的帝国产生衰败，而未来新势力会崛起。他说，比如说像俄罗斯原本跟乌克兰，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代理人战争，对，是不是这2国在打？其实最后面变谁呢？变成欧洲跟美国跟谁？跟俄罗斯在打，等于是2大强权透过这个乌俄战场已经间接的打。那以色列以前是加沙走廊跟黎巴嫩，结果呢到后来呢，我们讲了美国势力在后面援助之后呢，一路到叙利亚，整个中东区域都燃烧，而美国跟以色列呢加上海湾国家对抗的是谁？伊朗对抗伊朗，在伊朗背后面他少画一个，你知道是谁吗？也是中国。所以我们对照到刚刚看到这个步骤，你知道他现在数到哪里吗？他说很有可能第11点快发生，对，而第10点已经发生，也就是国内要求对领导忠诚，在伊朗这个区块已经开始产生这种震爆。他说现在已经到了第12点了，为了战争融资大幅增加税收、债务印钞及资本管制，甚至关闭市场。荷姆斯我直接封了，我都没有差的。所以你如果很多学者呢，他们都认为这个大势难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战争只要钞票开始印出来，甚至开始举债，很有可能最后就是不惜一战。而这个一战的结果，如同这个表不一定指的是特定国家，你过去很和平繁荣，然后金融巨大的财富差距，包括中国在内也是有这种财富差距，而收入提升呢，竞争对手开始模仿你，互抄电动车，而最后面整个帝国在全胜之后就会开始过度扩张，金融衰退。印钞，而下一步就是革命与战争，甚至债务重组，最后会达到他所谓的新世界的秩序，因此而产生。所以对于现在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大变局呢，我们讲重定秩序是川普在所有各地引发战火里面最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跟一个节点。那到底会不会中国跟美国在短期之内，甚至可见的未来里面，真的发生了世界大战第3次不惜一战？恐怕他的预言得要时间来验证。
田伟老师，你说你看到今天匈牙利这一幕的时候，你傻眼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俄国使很大力在弄匈牙利。匈牙利是62岁的奥班，他当总统当了多久？结果在一夕之间就被推翻掉，而且让你觉得最傻眼是什么？竟然在街上大家在喊什么？喊俄罗斯滚回去！对，俄罗斯人滚回去，俄罗斯人回去啊！这个话语在所有的集结的这个所谓的游行当中哦，都不断的一直在喊掉。然后下一步呢，有可能也会喊出中国人滚回去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知道，在所有欧洲联盟当中的版图当中了，唯一一个挺俄罗斯、挺中国的，就是匈牙利。就是匈牙利。对，2024年的时候，当时习近平到欧洲访问的时候，他去回访那个马克宏的法国之外，另外选择的一个就是匈牙利。所以他跟匈牙利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啦，比亚迪也好，或者是很多的相关的 AI 产业的相关的投资都跑到匈牙利，而且中国进入到匈牙利，它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要进入到欧盟市场，因为它在这里建厂。生产出来的东西直接就销售到欧洲内部说不用关税不用关税，所以它今天来讲的话，就是以匈牙利作为据点。但问题来了。长期以来被这个所谓的总理奥班所这个所谓的把持的政府呢，他因为采取所谓的亲俄跟亲中的这个政策立场呢，使得匈牙利呢丧失了非常多的机会。这个机会包含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欧盟是一体性的嘛，那很多要跟欧盟有关的决定，比如说乌克兰要不要加入欧盟？对，现在乌克兰最怕的就是匈牙利去投否决票，因为加入是要共识决的，对，所以。匈牙利如果挡在前面来讲的话，很多欧盟都做不了事情，所以欧盟他们也静悄悄的有很多的做法，包含预算的补贴呢，都不给匈牙利，你知道吗？所以匈牙利他们现在人民来讲的话，想说跟周边国家的几个捷克啦、斯洛伐克啊、保加利亚这个整个东欧的这些新兴发展的国家，为什么同样都是冷战之后这个共产政权解体的这个匈牙利，为什么它发展这么不好？我旁边的邻国都过得比我好，吃得比我饱，为什么就我一个饿？是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大家对他是有戒心的嘛，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民心他刚好就是什么，就是认为说我要跟欧洲、跟西方国家好，我不要跟中国、跟俄罗斯好。那这样的一个区分来讲的话，就显然这位作者达利欧所提到的，其实在任何的战争之前我们一定要做敌我识别。这敌我识别的意思就是选边站，对，也就是说你要站在敌或是站在我这一方，至少大家要很清楚嘛。所以如果整个世界上发生这种大战的前戏来讲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所谓的敌我区分。对，所以匈牙利他现在人民来告诉全世界说，他也做了选择。这个选择来讲的话，他现在不要俄罗斯，也不要跟中国站在一起，他要的是跟这个所谓的西方、跟欧洲国家站在一起。而现在你也可以看到。中国过往在匈牙利，它是一带一路很重要的节点。但我们除了讲伊朗之外，另外匈牙利、希腊，其实希腊后来选择跟西方亲西方在一起。那匈牙利来讲就是最后一里路了。也就是说，中国在东欧来讲的话，匈牙利被拔掉之后，中国在东欧的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节点，基本上大概就是丧失了，因为它本来中国跟东欧有，那不就代表中国的投资要打水漂了？要打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也是很奇怪，你看到这条铁路从布达佩斯到了这个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是哪里呢？是塞尔维亚的这个首都。那塞尔维亚其实就是前南斯拉夫，它本身来讲，它不是欧洲，也不是北约的这个所谓的会员国，所以它基本上塞尔维亚是亲中的。对。那这时候的匈牙利竟然中国帮他盖一条铁路，对，帮他盖一条铁路，而这条铁路呢，跟欧洲的铁路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那个轨距完全是不一样。这是不是很奇怪吗？你如果中国要帮忙匈牙利跟欧洲国家好好的在一起，你应该修的铁路要所谓的符合欧洲标准的规格的铁路吧？它就是中国的规格，它就是用中国的规格，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它现在就算盖好了，本来承诺说时速可以达到200公里，但是现在时速只有到160公里而已。然后另外来讲，全长350公里的这个铁路呢，现在大概也盖了一些而已。目前来讲的话，750公尺的标准货柜的列车是无法通行的，所以呢，盖完之后没有多少人可以去用它。那你盖这条铁路在干嘛？那没有意义啦。所以匈牙利本身来讲，作为中国或者是中国在运用所谓的进入到欧洲来讲的话，它是个门户。现在这个门户被关起来的情况下，中国跟俄罗斯可能被赶出去，而接下来的匈牙利可能要走自己的路了。
瑞德哥，我们刚刚讲说什么叫无烟硝味的战争？中美两国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代理人战争，或者是选民选边站的这种战争上面，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是邪恶轴心自己开始做内讧吗？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这是在俄罗斯，竟然有一大堆的中国人上街去抗议，还抗议什么？他说：“举着普丁的标语，普丁帮帮我。”原来现在俄罗斯也在吃中国的豆腐。那么事实上呢，中国在一段时间之内呢，一直鼓吹中国人呢到俄罗斯去观光嘛，对，也鼓吹中国工人呢到俄罗斯去帮忙协助建设等等嘛，反正是赚外汇嘛。结果这个游行是什么？多达大概上千名的这个中国的工人呢，在俄罗斯的阿穆尔共青城这个地方呢，他们在抗议。抗议什么？抗议他们的工资没拿到，已经5个月的工资没发钱了。那么为什么？因为呢，事实上，俄罗斯著名的石油公司啊，也就是普丁的好朋友叫做谢钦啊，那么他所掌握的一个相关的石化工程啊，那么跟中国的海华集团的子公司叫彼得海华，那么签约共同来营造相关建设这个相关的石化工程嘛。结果没想到。那么俄罗斯石油公司他们在这个工程大概已经接近9成就快要完工了，对不对？片面无预警的撕毁跟海华集团这个彼得海华集团撕毁，我就不跟你合作。有这么坏？盖9成嘞！我就说撕毁就撕毁。通常如果你要撕毁的话，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工程款，或者是说要把这个相关工人的钱都结清，对不对？那你就要撕毁，把他们赶出去 ，OK 嘛？不给钱。然后呢，拖积欠相关的工资长达5个多月都不发工资，因为你会认为说，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回家？你一回去的话，你这些工资全部都血本无归啊！我留着，我还可能可以拿回我被积欠的工资。我一离开了回中国，那我这几个月怎么办？这几个月不是白做了吗？所以后来他们找了很多的管道，想尽办法为自己去维权呢，都没有用。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干了一件事。集体像这个是有人开车啊，对，有人开车经过的时候，发现说，怎么会有很多人在路上？这个队伍也太长了吧？全部都是竟然看到中国人在俄罗斯走上街头，这么多人在维权、在抗议、在举布条。那还是因为当地的媒体工作者自己开车的时候，意外发现，那怎么有那么多人啊，在这个地方集结，都中国工人啊？你知道这个记者呢，当地的俄罗斯的记者啊。去问，因为太多人上街了嘛，所以呢，俄罗斯有派这个警察呢，在维护秩序等等。那记者啊，去问这个俄罗斯的警察说，这些中国工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回什么？警察说他们是来庆祝复活节。是哪招？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但是他就这样回答说，他们是来庆祝复活节的。他们在这个游行的最前端，事实上是有举白布条哦，是要举白布条，用中文写着“普丁帮忙”普丁帮忙甚至于还有这个等于说包括那么用这个俄罗斯文写着谢钦帮忙，谢金还钱你看包括普丁帮忙啦等等，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谢钦，他不讲白了，他那么有钱，也不差那么一点点呐。但是他是故意吞这1000多个人的这个5个月的工资我反正就不要给你。对不要给你。他的想法是什么？拖着，普丁会不会去处理他好朋友的这个相关的欠款事件？不会的，他不会去处理的。他的想法也是拖着，反正拖着以后，你看这些相关的报道，本来一开始中国连媒体都连报道都不报道，中国人还不知道有这个新闻呢。所以这些人事实上是非常可怜的。那中国人为了要赚钱，所以呢，那么跨过这个俄罗斯去赚钱，被人家这样欺负，也听到很多跨到这个日本，甚至于还跨到这个非洲去的嘛。对，其中到这个缅甸去的，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到去缅甸也被欺负。对，上个礼拜呢到缅甸去，他不是被欺负，而是他连命都丢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由包括中国人所投资的这个相关的爆竹工厂，其实就有点像火药制造工厂这个石化工厂然后呢，结果因为里面没有做好相关的粉尘管理，没有做好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安全措施结果砰的一声，整个这个火药工厂爆炸了以后呢。威力之大，旁边就是这个加油站。对，威力之大，连旁边的加油站一起引爆，所以它是连环爆，它不是一次爆炸这样把火药工厂炸掉而已，连这个加油站也一起引爆，然后连环爆了以后呢，
单中国人跟当地的这个工人啊，总共死了100多个人，火药厂、炸药厂加加油站，受伤的人到底有多少，到现在都不知道，大概有几百个人跑不掉，因为整个工厂有的时候看了让人家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女工人啊，女工包括年纪轻的这女工人，她们都留下，她们身上穿的衣服很简单，但是留下很灿烂的这个青春的这个笑容。你看她的那个女工人呐、他们在吃饭，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身上跟脸上都是粉尘。对，身上跟脸上都是粉尘。事实上，在火药爆竹这个相关的制造工厂里面呢，你看那个粉尘呐，事实上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他还能够吃饭吗？因为粉尘是造成爆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小心所以你要严禁烟火之外，还要防一个东西叫静电。你看看他们身上全部都是粉尘，也就是表示他的安全措施根本没有做好。很不幸的，他刚刚不是有拍到一位站起来在吃饭，然后全身都是全身都是粉尘，然后后来躲掉这个在媒体后来跑掉，对不对？对。很不幸的，他也是在炸死的100多个人里面呐，所以你就知道，那么这件事情也一样。就是你在中国的媒体上面看不到大肆报道，所以中国企业它根本就是完全是他到那里之后，他根本没有把安全的东西没有错做好，所以缅甸也气炸，他直接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负责人直接逮了，对，所以玩命啊！因为死伤实在太惨重、太严重了，所以呢，缅甸的这个官方就把这个负责人给逮捕，就是这个人吗？先把他逮捕了，为什么？因为怕他跑掉，跑掉的话他会脱产，他会那个整个刑事追诉就没有办法完成嘛，这就把这个负责人呢先逮捕下来。中国现在在东南亚很多的地方，他用了很多的中国工人，而这些中国工人怀抱着想要多赚一点钱到海外去卖命。结果最后真的连命都因为这样而卖掉了。文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上面已经信任度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哪有什么火药厂加油站一起盖，然后结果爆炸死了那么多人？结果你说全世界都讨厌他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爱他，这个人一定有很多人看过《大麦空》电影的本尊麦克贝瑞。你说他把中国的企业当成玩具一样，这玩具是拿来干嘛的？拿来负责割投资人韭菜用的。没错，中国的企业已经烂到吸引麦克贝瑞的注意，因为他就是一个放空大师。他在2008刺激房贷爆发的时候，他就放空刺激房贷的债券，大赚一笔。现在他看到一个好机会，是他告诉他的订阅的客户说：“我最近买入了京东跟阿里巴巴的股票，各自持股大概占他的建仓大概是6%左右。”突然间让他觉得，你为什么要买京东跟阿里巴巴的股票呢？而且是他说话哦，我还买了哦。4月10号的时候，然后他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买，是因为中国企业近期实在太弱了，因为京东近期走弱。极具吸引力的入场点，简单的讲，就股票很便宜，企业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来看点哦，4月10号是他公布了嘛，股价都出现一个高点，可是往前回推，你都看到有低点，对不对？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布局什么逢低买入，准备要怎样？告诉你的时候，你以为他看好吗？其实他是在捡便宜，因为只有秃鹰因为只有尸体才会吸引什么？秃鹰进场嘛，所以我们来看财报就可以看得出来。3月19号的时候，阿里巴巴公布它的财报，也就是4月10号买的嘛。前1个月他看到财报了，看到财报怎样？营收才成长2%，比分析师大家预估的还要少。简单讲，大家都觉得它表现的不太理想。更可怕的是，它的净利竟然连减67%，等于所有的利润都在往下的营业利这负的有夸无负的，然后再来它的净利润负66%，你知道吧？代表什么？营收微幅成长，可是这家公司在出现什么？严重不赚钱的状况，比以前还要不赚钱结果他竟然买了阿里巴巴，代表什么？他够烂、够糟糕嘛，有很低点嘛，我等于进来什么？捡尸体的嘛。好，再来京东，他不是买2家吗？京东跟阿里巴巴，我们来看京东营收，营收稍微比较好一点点，成长12%，但是1.3亿兆，还很大好不好？但是它成长12%，没有赚很多，但是有成长结果你在看它的利润的时候，减少52%，这代表营收增加，你的利润减少，你还是没有赚钱，他赔钱的。对，他们2个干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去年在进行的外送补贴大战嘛，大家拼命的去补贴，得到客人，结果
利润都没有增加。你看没有增加，都在赔钱做生意。你看它用户增加，增加超过30%，很厉害，营业额越做越大。可是越卷越厉害，利润都要往下掉，所以股价怎样？股价就会非常糟糕。麦克贝瑞就看到了，对，有尸体，为什么我不捡呢？就进去了，我就进来捡尸嘛。所以中国也蛮悲哀的，不是看好它，是因为它够烂，对，够烂才有逢低买入的机会嘛。接下来要上演什么戏？贝瑞看到什么？接下来他们还要卷，但是营业额会冲高。你今天的最新消息哦。京东竟然要干一件事情，他开始在济南地区测试，叫 Open 出发。这个是什么？他要开始做轿车跟出行的服务。其实这个东西，官媒还帮他报道，第一财经说要做这所谓的电动车吗？对，电动车出行。可是中国轿车其实已经非常竞争了，不是都卷了吗？已经很卷了，已经有滴滴出行了，滴滴打车，还有罗波快跑、小马自行。他还进来干嘛？虽然现在只是济南地区，可见他这个还是一场卷的战争，会在轿车服务这一块嘛。好，再来，他竟然又想出一个办法，是去年在卷外送大战嘛，现在要卷什么？卷卖车大战。我们都知道，中国电动车已经卖得够惨了，对，他还想进来把车卖得更快，卖得更便宜，所以他现在跟广汽的埃安合作。还有宁德时代推出什么巧克力电池，500公里的续航能力，99秒就可以快速换电了。结果一台卖多少？台币21.8万。21万！我的天哪，有这么便宜的车，这能开吗？还有智能驾驶系统，还有54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哨兵系统，都蛮厉害的，只卖21块，这代表什么？它在网络电商平台卖，可以卖得更快嘛？对。然后接下来价格又便宜，是不是卖得更多？它还推出什么？京东养车，你说京东养车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它还要推售后服务店，等于原本做电商了，还要帮你维修车子、保养车子。哇，这场战争是什么？想要用这个东西把营业额冲很快，所以贝瑞看到什么？他们又要卷了，营业额把它冲高，就会变得很热闹，是不是有机会？股价会涨，我就有机会趁高把股价卖，因为我低点买的嘛。好。京东这样干，阿里巴巴一定会卷下去嘛，所以阿里巴巴跟谁合作？跟所谓的长安汽车合作，推出天猫好车一样，也要卷嘛，所以两个内容都会差不多，就会陷入什么？中国接下来会有一波什么电商卖车大战，然后大家卷得热闹，然后卖得很开心，股价就会往上涨，就是一个好机会吧。事实上，贝瑞在2023年。干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你买的股票也是京东跟阿里巴巴。所以我今天去唱做多，是因为你公司够烂。你烂了之后，你搞一大堆东西，大家都一起上车，但最后才发现骗局一场，对我就可以割韭菜了。没错，接下来会很热闹嘛。那我告诉你，2023贝瑞干过一模一样的事情，这是2023年1月31号，他突然间讲一个，在他的 Twitter 说。卖，奇怪，大家想说他怎么卖的，很吸引人，对不对？结果那时候他各买1000万美金的阿里巴巴跟京东，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中国解除风控，大家一直在骂中国风控吗？对。好，那解除风控之后，开始上演什么？每次的剧情都很像，在2月26号，你看到他1月31买的哦，2月26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直播大战开打，大家都在补贴了，没错，大家都在补贴直播，大家都在抢内卷。京东内卷，阿里巴巴、淘宝也内卷。你看价格力更被重视，我要本地零售直播要冲进来，打了一场什么直播内卷大赛。可是，一样100亿补贴下去，营业额是会冲高，加上中国解除风控，股价是会升高。那他1月买的，好，我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卖掉了？到了2月份的时候，大家去检查他的股票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卖到0张了。简单的讲，他1月31买，4、5、6月第2季的时候。没有半张股票，热闹演了一场什么割韭菜大戏，只持有 Q1 一季的股票而已。它是极短线的，没错，所以去买卖的，没错，就是一只超级秃鹰，但是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秃鹰。同样的道理，我们从这个来看的话，他现在看空的是中国很烂，中国又要大内卷，有一场热闹的内卷大戏要上演，他完全看上的是
中国可能接下来企业会越来越惨。所以专业的美国媒体是怎么看它？他其实想尽办法想要把他自己的筹码藏起来。所以本英嘎这个媒体就说，他最近想要把他的基金解散，就是因为怕大家在检视他的筹码的变化。因为他喊多喊空的时候，你看他的筹码就知道他讲的对不对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一条线过来看的时候，大家今天在这个点上喊多的时候，其实或许他前面已经先买了，早就进场了。他一边喊多，他很怕被人家知道他筹码，所以分析师会怎么说他？他其实大量的使用有时间价值的期权，而且频繁进出，接下来他都必须要很短的时间做出快速离场哦。所以散户你要很小心哦，他在跟你讲的时候可能会有个真空期，就是他跟你讲啊，我喊多的时候，这个真空期是，你以为他跟进，结果他公布财报的时候，大师早已经把股票卖掉了。那也不然，你就傻傻就被割韭菜了。对，没错。所以大家看到大师在看好中国股市、中国企业的时候，你要小心，他可能有一段真空期。而吸引他进场的原因，是因为实在中国企业体质太烂，又喜欢玩内卷，又有一炮火花。可是什么时候大师离场，或大师还有没有在场，你根本不知道。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